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不是一个人宅，而是一个镇子的人和你一起宅。你问现实中有吗？还真有，它就是惠蒂尔小镇。一栋大楼宅着300多号人，最关键的是他们还不是宅一两天，是好几年，甚至是一辈子都没踏出过大楼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全在楼里给解决了。不是，那为什么呀？他们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惠蒂尔小镇位于阿拉斯加，是南部的一个港口小镇，人口呢不算多，全镇加起来也就300来人，面积就更不用说了，几乎忽略不计。因为小镇的实际范围就是那栋14层叫贝基奇塔的楼房，300来号人全住在里面。可以说贝基奇塔是惠蒂尔小镇的命根子。但在上个世纪，贝基奇塔呢是美军的军事堡垒，只不过后来撤离，当地人呢把它改成了住的地方，所有人都挤在一起，这是为啥？因为惠蒂尔这地儿呢实在是太冷了。当地依山傍水，风景看上去是挺不错的，就是这温度常年稳居在零下20多度，下起雪来能有好几米厚。本来惠蒂尔在过去呢是军事基地，所以比较偏远，为了能节省能源和资源，所以当地人才不得不抱团在一起。如果说贝基奇塔只是一个普通的住宅楼，那还真是小瞧人家了。要知道，麻雀虽小，但五脏俱全。在大楼里，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你需要的设施，比如医院、警察局、邮局、餐厅、酒吧，甚至是教堂等。说它是微型城市，那是一点都不过分。也难怪当地人能做到在这里生活一辈子，而不踏出大楼一步，直到死去。能宅一辈子的惠蒂尔小镇，不知道是多少宅男女们的梦中天堂。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各种设施应有尽有，完全不用担心生活问题。而小镇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？因为人就这么多点儿，除了小部分人在大楼里开了家店面外，其余的人呢基本上都在政府部门工作。工作内容那是相当的轻松，尤其是这里的警察，算是大楼里最清闲的工作。毕竟大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都相当熟悉，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案子。所以平时呢，他们就是在大楼里到处溜达，巡逻，外出铲铲雪啥的。等下班了，就去大楼里唯一一家酒吧去小酌一杯，因为他还兼职餐厅。完了，还能顺便把晚餐给解决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家酒吧兼餐厅的老板是一对中国夫妇，自从30年前跑来惠蒂尔定居，开了这家店后，基本上是全年无休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孩子要上学怎么办？简单，惠蒂尔有座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，就在贝基奇塔大楼的旁边，走几步路就到了。但是因为当地的气候寒冷，再加上有可能有野生动物，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，当地人还专门修了条大楼通学校的地下通道。所以在这里生活，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，完全不用担心迟到，毕竟离得太近了。甚至近到让刚来这里的人有点不适应。当地老师就说了，有时都分不清和自己聊天的到底是邻居还是学生家长，工作无法和生活分割开来。不过生活的时间长了，大家也慢慢的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，把它当大家庭看待。惠蒂尔的生活是很美好，但他的宅呢，从一开始来看更像是无奈之举。前面也说了，因为天气寒冷的原因，当地人不得不抱团在一起，所有人都生活在一栋楼里。但把视角放大，整个惠蒂尔小镇三面环山，一面环海，想要出去就只能走唯一的铁路隧道。关键嘛，这隧道还不咋大，也就刚好能容纳1辆车通过。所以为了避免出现撞车或者说2车相遇，这边出不来那边进不去的情况，想要走这条隧道就必须提前申请。而且隧道的开放时间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半，一旦错过就只能等明天。当然这只是说想要出去还是有一定困难，不是说不能出去。何况现在问他们想出去吗？大概率是不愿意的。自己的家庭、朋友、同事都在这里生活，干嘛还要出去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不好的，反而哪天出门了会非常不适应。再说了，也不是说惠蒂尔一年到头也就这300多人。自从打出了自己最宅小镇的名头后，每年夏天都会有不少国外游客到访。当地居民呢，还把大楼最上面的2层改成豪华酒店，让游客们站在房间里就能欣赏到惠蒂尔小镇的自然美景。每年有几十万人会来到这里，这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笔大的收入。有不少人来过后就不再离开，而是留下来。惠蒂尔就是社恐的理想国，可以一辈子宅在自己温暖的小天地里，体验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如果有机会，你会来这里生活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